木字加個卜呢個姓氏又點讀呢？ A 讀樸素嘅樸樸姓 ，B 讀卜嘢嘅卜卜姓 ，C 讀朴朴姓。我話卜心地個卜姓，你又覺得佢講得啱唔啱呢？吓？木字加個卜呢個字普通話讀蒲漂，粵語讀樸朴。咁點區分呢？嗱，原本呢個樸字係指一種樹皮，亦都係古代嘅武器。咁後嚟引申指冇經過加工、冇經過修飾嘅，就為之樸啦。譬如話樸素、樸實。咁當讀朴嘅時候係用作姓氏，不過用作姓氏嘅時候，唔同地方嘅讀音就出現分歧啦。咁我哋呢邊一般會讀朴姓，但係港澳灣灣嗰邊就會讀成樸姓，譬如話朴槿惠。所以都係呢一句名從主人啦吓。咁朴姓喺全國大概有25萬人，都唔少嘅，主要分布喺東北三省比較多。好多人以為呢個朴姓係韓國嘅姓氏，佢哋好似以為咩都係自己嘅，覺得呢句說話講得啱唔啱呢？啱嘅話，點翻個讚嚟睇下咯。其實呢個朴姓係地地道道嘅中國姓氏，起源有兩個，第一個係嚟自遼東地區嘅高麗人，而另一個係嚟自東漢時期嘅巴郡蠻。巴郡蠻係中原同埋南方朴姓嘅主要來源。咁照咁睇，其實巴郡蠻係比高麗嘅歷史更加耐嘅，所以呢個朴姓係如假包換嘅中國姓氏。不過講到呢度，又有人問啦，那為什麼這個歌手叫朴樹，不是朴樹呢？問得好啊！其實呢一位歌手嘅名原本叫做朴樹，粵語讀朴樹，係寫濮陽嘅濮，咁後嚟為咗容易記、容易簽名，所以改為藝名朴樹。但係要注意啦，朴姓同朴姓又係兩個唔同嘅姓氏嚟嘅喎。咁呢個朴姓其實係嚟自春秋戰國時期魏國嘅國君衛康叔嘅後裔同埋舜帝嘅後裔，係屬於以地名作為姓氏。咁因為被封於濮水，即係依家河南濮陽，咁所以佢嘅後人就以地名作為姓氏啦。原本係寫作濮陽氏嘅，咁後嚟就簡化成姓濮，世代相傳咗落嚟。而第二個起源係嚟自舜嘅後裔，因為住喺濮水，所以就以地作為姓氏。咁濮姓喺全國仲有幾多人口呢？其實由於人口變動或者唔排除改姓，咁所以呢個姓氏好難統計到。有人話係2萬人，亦都有統計話係13萬人口。咁你認識嘅濮姓又有邊啲呢？留言話我知啦。再嚟咯，呢一個姓氏你又覺得點讀呢？ A 高姓 B 好姓。我揀 A 高姓係啱嘅。順便又問下你咯，呢一個姓氏係讀好定係讀確呢？如果覺得讀好姓嘅話，打168；覺得讀確姓嘅話，打169啦。咁告字加個右耳刀，呢個字普通話讀交，粵語讀告，高姓。但係好多人會將佢誤讀成好姓。譬如話中國足球運動員叫做交鏈，但係好多人會將佢讀成郝鏈。記得啦，人哋係姓告啊。咁呢個告姓喺全國大概有19.8萬人，都唔少嘅。咁主要分布喺河南、湖北、山東、山西同埋江西老表都有。咁至於告姓嘅起源都幾複雜嘅。第一種講法係話嚟自周文王第16個仔，因為被封於告邑，所以佢嘅子孫後代就以告作為姓氏啦。咁呢個起源嘅德姓始祖就係告叔，而第二個起源就係出自周文王嘅第11個仔。咁有人話係嚟自第15個仔，因為被封於告，所在地就係古代嘅濟陽。咁喺亡國之後就以國名作為氏。咁喺晉朝時期有高昌長告真，就係呢一支姓氏起源嘅第一個告姓人啦。呢一個就係告姓嘅起源。咁呢個姓氏信唔信一開口就讀錯啦？啲木字唔係，再估下。啲日字都唔係啫。木字少咗3點水，呢個字普通話讀書，粵語讀樹，同番薯嘅樹字係同音。樹係指古代嘅一種武器，用竹木整嘅，有棱冇印，亦都係古百體書之一，叫做樹書，又可以用作姓氏樹姓。據統計，樹姓喺全國唔到1萬人，係一個好罕見嘅姓氏。咁主要分布喺江蘇、浙江、安徽呢3個地方就最多啦。喺宋版百家姓裏面係排名第362位嘅姓氏。清代就有位才女叫做樹墨，樹墨，有位孝子叫做樹邦。咁樹姓嘅起源有3個。第一個係出自姜姓，咁因為立下咗大功，所以俾賜姓樹。咁第二個就係以兵器嘅名作為姓氏啦。第三個就係出自虞氏，虞氏族人虞昌，咁佢嘅子孫後代就以呢個祖先嘅名作為姓氏啦。如果姓樹嘅話，應該改啲咩名就好聽啦？
咁呢個姓氏係咪覺得似曾相識呢？父字少一點。A 姓傅 ，B 姓謝。我揀 A 姓傅。你又覺得佢講得啱唔啱呢？傅字少一點，呢個字普通話讀 shaw， 粵語讀謝。咁呢個字可以用作村莊名，亦都可以用作姓氏，亦都係傅字嘅俗字。但係如果呢個字用作姓氏嘅時候，就唔係讀傅，而係讀謝啦。咁呢個謝姓係一個好罕見嘅姓氏。嗱，根據統計喺全國僅有1600幾人，人口少，但係分布廣，主要分布喺甘肅、北京、內蒙古、廣東、廣西都有。唔知你有冇見過呢？吓？咁呢個謝姓係嚟自官職嘅名，嗱，歷代都有位守倉庫嘅官職嘅，咁佢嘅子孫就以呢個傅作為姓氏啦。嗱，原本係用呢個傅嘅，咁但係古時候傅同謝又係相通，咁所以佢嘅子孫後裔有啲姓傅，有啲姓謝。嗱，雖然傅姓同謝姓係同出一源，但係呢兩個字就要區分開啦。咁呢個字你又覺得點讀呢？ A 讀鋼 ，B 讀馮 ，C 讀唐。A 鋼。你覺得啱唔啱呢？呢個龐姓驟眼睇，好多人會將佢誤讀成鋼姓或者係馮姓。嗱，其實龐同馮係兩個唔同嘅字嚟嘅，但係姓氏就好有淵源啦。嗱，話說龐姓係起源於夏朝時期嘅龐氏，咁後嚟建立咗龐國，咁所以皇族後代就以國名作為姓氏啦。咁後嚟又從龐氏分離出馮氏，嗱，所以龐氏同馮氏係同出一源嘅。不過呢兩個字嘅讀音就要區分開啦，一個讀龐，一個讀馮，唔好撈亂。咁根據統計，嗱，龐姓喺全國大概有20萬人，都唔係稀有姓氏嚟嘅，主要分布喺江蘇、山西、安徽、河南、河北呢幾個地方就最多啦。你有冇聽過呢？吓？姓龐又應該點改名先好聽啦？好啦，關於容易讀錯嘅姓氏，暫時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如果仲有其他想知道嘅姓氏起源或者係讀音嘅話，留言話我知咯。咁今期嘅問題係單人旁加個狗，嗱，呢一個姓氏又點讀呢？ A 姓裘 ，B 姓仇。將你嘅答案打出嚟啦，我哋下一期再見。